欢迎收看华尔街6度节目。摩根大通希望学会与北京和华盛顿之间的紧张关系共处。金融时报，摩根大通首席执行官杰米·戴蒙 （Jamie Dimon） 已经邀请了亨利·基辛格 （Henry Kissinger） 和一批美国和中国的企业领导人，在上海举行峰会。全球企业试图在数年来中美之间最严重的紧张关系中寻求前进之路。下周的活动是戴蒙4年来首次访问中国大陆的一部分，凸显了美国企业试图在全球第2大经济体保持计划顺利进行。美国巨头星巴克和辉瑞，以及中国的百度和吉利汽车的首席执行官都将亲自出席。而作为上世纪70年代中美和解的缔造者和百岁政治家，基辛格将通过视频链接发表讲话。此次活动是在中国对咨询公司进行打击之后举行的，这对依赖于咨询公司建议的西方公司造成了不安。此外，中国还禁止基础设施运营商购买美国芯片制造商美光科技 Micron Technology 的产品。美国一直在增加中国科技行业获取尖端元件和设备的难度。这将是戴蒙自2021年为告诉美国商业领袖他的银行将比中国共产党更长久而道歉以来首次访问中国大陆。上海纽约大学的教授韩林表示，此次活动的时间安排与中美之间的言辞缓和相吻合。拜登呼吁解冻，但他补充道，我们以前见过这样的情况，事情好转然后再次恶化，正是不确定性让跨国公司感到不安。摩根大通的高管们已经强调了北京和华盛顿之间的紧张关系。摩根大通首席运营官丹尼尔·平托 Daniel Pinto 本月告诉投资者，中美之间的紧张关系是我们必须学会共处的，因为它是不可解决的，但希望通过对话，这种紧张关系能变得建设性。在该会议上，没有中国政府官员将发表讲话，而在过去几年的会议上，财政部的代表和国务院及内阁的顾问曾发表过讲话。基辛格将于5月27日迎来100岁生日，前美国国务卿康多利扎·赖斯 Condoleezza Rice 将以虚拟方式参加由该银行资产管理部门负责人玛丽·鄂尔多斯 Mary Erdos 主持的外交对话会议。其他议程包括讨论脱碳、医疗保健和供应链的弹性等。拉克斯曼·纳拉西曼 Laxman Narasimhan 将作为他自3月接替霍华德·舒尔茨 Howard Schultz 出任咖啡连锁店星巴克首席执行官以来首次访问该公司在中国的第2大市场。辉瑞首席执行官阿尔伯特·布尔拉 Albert Bourla 将在2个月内第2次访问中国。布尔拉本月早些时候告诉英国金融时报，他仍然看到中国存在非常大的机会。中国互联网公司百度的创始人李彦宏和中国汽车制造商吉利汽车的总裁李楠也将发表讲话。此外，澳大利亚的矿业亿万富翁安德鲁·弗雷斯特 Andrew Forrest， 中国电动汽车制造商比亚迪的执行副总裁李欣，以及总部位于新加坡的仓库运营商 GLP 的首席执行官梅明也将发表讲话。摩根大通拒绝置评。此次峰会举办之际，2个超级大国之间的企业联系正在破裂，对中国后疫情复苏的强度产生了疑问。然而，许多全球公司仍然寄望于中国经济推动他们的增长。最近的盈利季中，总部位于美国的跨国公司对其在中国的业务报告了不同的结果。这是自2019年以来摩根大通中国峰会首次以实地形式举行，预计将有2600多人参加此次活动，其会议不对媒体开放。请继续收看华尔街6度节目。我见到的习近平像是个不真实的纸板人，他确实隐藏了自己的实力。美国之音。本周，美国和中国官员在华盛顿举行会议，旨在重启自2月初北京间谍气球在美国上空漂浮后几个月的紧张关系。对于15年前曾经斡旋此类谈判的前美国官员来说，紧张局势反映了北京自身在习近平领导下的变化。曾担任前总统乔治 ·W. 布什 George W. Bush 国家安全顾问的斯蒂芬·哈德利 Stephen Hadley 表示，北京已经从布什政府末期希望成为国际体系的一部分，演变成为现在试图挑战国际体系的国家。
我们当时所面对的中国是一个希望得到良性国际环境的中国，这样他们就可以专注于自己的国内发展。哈德利本周在华盛顿告诉听众，哈德利是过去25年来最知名的美国外交政策专家之一。那时的中国不想推翻国际体系，而是希望成为该体系的一部分，而且他并非常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那时的中国希望与美国有建设性的关系，我们也试图建立这种关系，他补充说。哈德利和其他前布什政府官员本周聚集在一起，讨论布什政府期间与中国的关系。当时习近平正开始走向中国的权力顶峰。与哈德利一起出席活动的乔治城大学 Georgetown University 美中全球问题对话项目高级研究员韦德宁 Dennis Wilder 说，布什政府在与习近平的第一次会晤中确实曾试图了解清楚习近平。韦德宁曾担任布什总统的国家安全委员会特别助理。当我们参加2008年北京奥运会时，习近平实际上负责奥运会举办事务。这是我参加过的最无聊的会议之一。习近平什么也没给我们透露，他像是个不真实的纸板人，他不会告诉我们关于他自己的事情，他不打算向我们露底牌。他就是这样登上了中国体系的顶峰。他确实隐藏了自己的实力，韦德宁说。韦德宁补充说，许多人认为习近平是又一位改革派的中国领导人，但每个人都对他感到惊讶。习近平的愿景，哈德利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正在加强北京的外交活动、经济实力和军事能力，认为美国正处于终极衰落。哈德利的书放手，乔治 ·W. 布什传给巴拉克·奥巴马的外交政策 Hand Off The Foreign Policy George W. Bush Passed to Barack Obama 于今年2月份出版。哈德利说，习近平认为西方正在衰落，美国正在终极衰落。习已准备好将其权力置于舞台的中心，然后利用其权力来恐吓近邻和境外的其他人，加强他的外交、经济实力和军事能力，他补充说。美国之音 VOA 联系中国驻华盛顿大使馆要求置评，但没有得到任何回应。但根据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 CSIS 出版的文集，人民日报和环球时报等中国官方媒体最近都曾发表文章，讨论所谓美国衰落的各方面问题。1978年，被广泛认为是现代中国之父的邓小平启动了中国的经济改革，开始拥抱自由市场经济，同时保持一党专政的政治模式。改革使中国在经济和政治上向世界开放，通过成为全球制造业中心，实现了30多年来2位数的国内总产值的增长率。今天，中国已成为世界第2大经济体。哈德利说，邓小平韬光养晦的战略指导中国打造了实力，而同时又逃避了国际领导责任，一直被中国领导层所遵循，直到习近平2012年上台。美国将习近平领导下的中国视为其主要的战略和地缘政治挑战。2022年10月发布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怀有重塑国际秩序的意图，并且越来越有能力重塑国际秩序，使全球竞争环境朝着对其有利的方向倾斜。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中国实力项目主任林洋 Bonnie Lin 也出席了此次活动。他说，美国现在不一定能够像布什政府时期那样与中国沟通，但他补充说，应当继续把重点放在让拜登总统能够直接与习近平交谈。鉴于中国在习的领导下权力如此集中，已经与胡锦涛领导下的中国大不相同，胡与其相反，更多的寻求集体领导，这使2位领导人保持这种个人纽带更为重要，林洋说。哈德利说，布什政府的外交政策后来转交给了奥巴马政府，美国试图与中国合作和接触，并将中国纳入国际体系，但是中国却转向挑战这一体系，而这种改变并不是美国可以控制的。谁是国家的领导人真的很重要。我认为，如果中国在2012年决定任命一位像江泽民或胡锦涛那样的领导人，在2012年至2022年期间，中国由这样一位领导人来领导，我认为中国今天将处于一个非常不同的位置。
而当今美国与中国的关系也将大不相同。他说，请继续收看《华尔街6度》节目。言论审查下的中国脱口秀，德国之作者孙龙寻。中国脱口秀圈近日因作风优良，能打胜仗引起热议，有网友戏称，中国言论审查太苛刻，想搞脱口秀要么管住嘴，要么迈开腿润至自由世界。脱口秀演员们如何看待不断收紧的审查红线？脱口秀在两岸又有何差异？ DW 访问了4位曾在两岸演出的脱口秀演员，请他们将脱口秀在中国的包袱一一抖开。德国之声中文网报道，台湾脱口秀演员东区德曾于2018至2019年与中国麻花喜剧签约，常驻北京演出。他在 House 事件爆发后登入微信，却发现他所加入的众多脱口秀群组都对此讳莫如深。脱口秀群这么多哦，没半个人讨论这事。现年40岁的东区德告诉 DW， 他个人对中国政府的做法并不意外，令他惊讶的是 House 竟然在北京脱稿演出。这个圈的潜规则就是这样，这些敏感的东西都不能讲。东区德说，他在中国时演出逐字稿就需经当局审批通过才能上台， House 提交的稿件里若涉及军方，根本不可能通过。且在天子脚下的北京搞脱口秀的演员和观众都是自我审查最严重的。他说，你看池子莲在北美讲清零段子都会出事了，何况他在北京讲。北美那么远哎，北京在天子脚下，那一定是最敏感的地方，所以我也不晓得为什么 House 敢在北京脱稿，真的很有种。另一位在两岸均有表演经验的脱口秀演员 A 则对此表达了不同的看法。他说，这次事件爆发后，其实中国有不少业界人士都在微信朋友圈等空间发文声援，其中咖位比较大的发文后，整个小红书、微博号就不见了，咖位比较小的则相对肆无忌惮，因为觉得言论审查管不到他。A 进一步补充，对于 House 这次所触及的敏感议题，或是腥膻色等特殊题材，中国有一派脱口秀演员很是不以为然，认为靠这种猎奇题材才能逗笑观众是哗众取宠，有失水准，但他对此有负面情绪是一回事，他也不喜欢头上悬住一个仲裁者，大家会觉得我们平常互骂傻逼，我说你没水准，是我们自己的事情，但今天有一个大法官指中国当局是另一件事。尽管中国脱口秀圈对此事的惩处不甚认同，中国演员们似乎对效果出事并不意外。A 坦言，脱口秀行业近年在中国窜起太快，效果文化又是其中一枝独秀，最树大招风的公司，在这之前就基本已经被中国政府盯上了。他举之前陆续遭中国当局打击的教培、直播、移动支付等行业为例，若有一个行业在中国飞速发展，那个行业的领头公司基本上就要先跪在地上歇歇，流血流个3年。脱口秀在中国火了好几年，已迈入渐无新意的窘境，又出现收入极高的明星和公司，大家都知道总有一天主管机关会想要查这个事的。今天如果不是因为 House， 可能也会因为下一个人， House 只是刚好踩在了高压在线，因此成了当局杀鸡儆猴的范例。中国特色脱口秀，管住嘴的艺术。至于所谓的高压线， A 根据他手上的一份官方规章告诉 DW， 中国当局列了10大脱口秀演员不可触及的敏感题材，如不可反对宪法基本原则，不可煽动民族或宗教仇恨、歧视，不可危害社会稳定、公序良俗等，多是近年在网络、人工智能等领域也被政府控管的经典内容。而 House 的情况正是违反了不可危害国家统一、主权及领土完整、伤害国家荣誉利益这一条。脱口秀今年在中国大火，图为2022年在重庆市政府举办的脱口秀演出。曾在上海讲过英语脱口秀的28岁外籍演员 B 则告诉 DW， 大约7、8年前，他刚开始在中国做脱口秀的时候，就知道不能议论政府和3个 T 台湾、Taiwan、西藏、Tibet、天安门广场 Tiananmen Square 等敏感题材，但现在这些红线已经变得太多了。中国当局不断加长被认为是不当内容的题材清单，只要你碰到这些题材，他们就能以此为藉口封杀你。B 解释，
在上海若是讲开放麦 （open mic），不论业余或专业喜剧演员均可上台练功的轻松场合等不售票的免费演出，或是观众在约30至40人左右的小型场次，并不需要事前经文旅局审批。但若是讲商演或100位以上观众的大型场次，就需要在演出前约1个月提交段子的逐字稿，以及一支不带感情的读稿影片。他们文旅局如果人力够的话，会派人去坐在现场观众里，对住你交的稿子一字一句确认你没有脱稿。你要是脱稿或说出任何冒犯政府的话，就是至少2万起跳的罚款。东区德说，有时这些官方人员还会带住录影机在观众席后方全程录影。综合几位受访者提供的资讯，中国各城市审批所需的时间不尽相同，有的甚至长达半年，因此很多脱口秀演员表演的都是近则1年前，远则3年前就开始重复利用的段子。此外，受访者们表示，脱口秀产业近年在中国发展很快，俱乐部太多了，主管机关其实无力场场都派员监督，但演员们除会自我审查外，若是不慎谈及敏感议题，下台后也会被俱乐部主理人或同业提醒。东区德说，不论演出大小，是否售票，是否需要事前审批，演员都会避免谈到敏感言论，只要有一个观众是小粉红，他有意见，主动向当局举报了，除了你这个演员遭殃以外，俱乐部、主办单位、场地方都会遭殃。因此，中国脱口秀圈有一种别干这种害人害己的事情，严以律己，自律律人的潜在共识。A 也称，因为上面有个大家长会管，所以包含他自己在内的演员多半抱住不要做一些会被抓的事的乖宝宝心态，会约束自己就专心做表演。但也有少数叛逆的演员自认肩负言论自由斗士的责任，会有意识地挑战这些红线，认为就是要在这个底线上蹦迪，我才是一个我认为的脱口秀演员。A 因此推断 House 此次出事的8个字并非脱口而出，我觉得就是 House 自己想要去挑战底线。东区德表示，在有关当局的政策、政治、敏感时事肯定是不能碰的情况下，其实在中国做脱口秀的题材十分受限，只能围绕住生活观察、感情等一般民众有共鸣的题材，尽力做无米之炊。东区德说，中国的喜剧演员在有限的范围内还是玩出了花，令他十分佩服。他们中国演员可能很习惯了，但我们台湾演员已经习惯更自由了，所以对我来说就很痛苦。另一位同样在上海讲过英语脱口秀的演员 C 也表示，中国的言论审查对他的表演影响甚巨，因为我自己的笑话都是在讲政治，而且严重几百倍。他说，即使在上海讲尺度相对宽松、不售票的英语脱口秀，题材也备受局限，大家都在讲这些情情爱爱呀、Tinder 交友软件、date 约会什么的，但他的笑话基本上除了政治就是性，因此他在中国演出很是绑手绑脚。我可能要自我审查很多内容，但我有很多 punchline 关键笑点句都是政治内容，我全部去掉，他的好笑程度大概就减了 60%。C 透露，他曾将一支谈及政治的演出片段放到网络上，本想住在边缘游走而已，应该没有踩到那条线吧，却招来许多网民的谩骂，甚至收到死亡威胁。House 的出事更让已经不在中国演出的他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的段子，有些内容他以后不会再讲了。同样曾在上海做英语脱口秀的毕则深切感受到自己作为一个外籍演员，在舞台上有更多掣肘之处。毕回忆，他第一次感受到文旅局开始打压脱口秀，是2020年中国知名脱口秀演员卡姆因吸食大麻被判刑之后。当时，即使毕的段子都围绕住他对中国的喜爱，并未抨击中国政府，仍一度被许多俱乐部暂停登台，只能转入地下做小型演出。中国政府不喜欢有个外国人站在台上，握住麦克风对一群中国人讲话，他们会觉得我是要宣扬反中共的思想。时序推进到2021、2022年，对外国演员的限制松绑，毕逐渐可以回到大型舞台。乍看之下，英语脱口秀也在中国发展的还不错，但他的心头总是悬住一份担忧。他说，因为脱口秀是源自西方的表演形式，很不受中国当局待见，
谁也不知道这个产业何时会被完全封禁。而中国永无止境、越发收紧的审查，也令他十分担忧仍在当地演出的同业的处境。你如果是个喜剧演员，站上台想讲个脱口秀，度过一段欢乐时光，但有一个中共派来的蠢蛋在台下，随时等住挑你刺，把你拉下台，未来几个月会是多么不舒服的情景，你也永远不会知道触发下一场打压，甚至全面封杀的会是什么题材。每个脱口秀演员都知道不要提天安门，不要提台湾，但不能讲的题材列都列不完，你到底还有什么题材能写？还有什么是能开玩笑的？作为一个喜剧演员，你的第一要务应该是考虑这个题材会好笑吗？而不是这个题材会不会把我送进大牢或毁掉我的事业。必说，中国缺乏言论自由已不是新闻，如今连表达自由都失去，中国脱口秀的发展前景令他十分悲观。以政治梗见长的 C 也表示，脱口秀作为冒犯的艺术仍能在言论审查严苛的中国崛起，就是因为中国观众有这个需求。如今山雨欲来，这个艺术形式眼看住就要被打压，令他觉得唯一限制中国的就是中国自己。C 说，中国人多，艺术工作者也多，明明有那么多的创意，但现在不只是官方要审查你，你怕被举报，所以你要自我审查，又要相互审查，就跟文革一样，创意脱口秀没有生存的空间。效果出事后几天，中国多地也临时取消海外艺术家的演出。此事在 C 看来就是一个文化娱乐产业越收越紧的风向标，未来恐怕也将在中国艺文圈引发广泛的寒蝉效应。脱口秀是一种冒犯的艺术。图为2020年在北京演出的中国脱口秀演员 TK。 脱口秀迈开腿是何模样？4位在两岸都有表演经验的受访者表示，两岸脱口秀圈的差异可概归为2大点：经济规模和题材。东区德与另2位在中国接过商演的演员表示，中国的市场吞吐量、资金规模较大，足以支撑整个脱口秀，甚至即兴剧等其他周边戏剧产业在过去几年内迅速崛起。过去10年内，中国各大城市的脱口秀俱乐部如雨后春笋般爆发式成长，即使已有大量创作者趋之若鹜，投入做脱口秀演员，整个产业的需求仍远大于供给。即使是3、4线的演员，一个月能也接10几场商演。对很多不求成为巨星或富翁的演员来说，能有讲脱口秀这样一份全职为生、社会好感度也相对高的职业，已经十分足够。相较之下，台湾的脱口秀产业仍在发展中，除了1、2位当红明星演员外，很少有能以此为全职的演员。平时在社会上，演员若亮出兼职脱口秀从业者的身份，也许会因为有一个特别的兴趣而获得这个人很酷的赞赏，但演员若辞去正职，全心投入脱口秀创作，则往往会收到你的生活维持得下去吗？的担忧目光。题材方面，除了文化差异让一些笑点无法在两岸共用之外，所有受访者都表示，在中国和台湾讲脱口秀的一大不同之处，就是选材的背后考量。东区德表示，台湾真的是超级自由，你爱讲啥都行，不会有敏感红线需要考虑，但这并不代表他在台湾讲脱口秀就能毫无顾忌。他说，喜剧演员对于观众缘、观众认同还是有某种程度上的追求，因此他在选材时会避免揶揄防疫政策、名人自杀等可能引起观众反感的话题，或是在筛选要放上网的演出片段时，舍弃某些争议、劲爆的话题，将笑点留在现场就好。东区德说，台湾演员有这样的考量，也许也可以被视为一种自我审查，但台湾的自我审查机制不在于什么话题不能讲，而在于什么东西会过度政治不正确，观众无法接受。美国社会现在也盛行取消文化，网友因公众人物所言不符合自己所认同的政治正确，而在社群上对其抵制的网络放逐行为，这是所有自由世界的演员都会考量的。但他也补充，演员在中国没有自我审查好的后果，绝对比在台湾严重。他说，中国演员被封杀，就是真的完全没有俱乐部找你，你完全在这个圈子混不下去，就得去别的地方干活了。外籍演员毕则表示，在西方的取消文化之下，如果你发了一则冒犯人的推特，
可能会掉几个粉，但你不会因此被关进大牢，被夺走财产。此外，2位曾在上海演出过英语脱口秀的演员都表示，他们在台湾表演的自我审查动机倒与观众缘无关，唯一的考量点只在于这个笑话能把台下的观众逗笑吗？他们分别告诉 DW， 他们在台湾经常会是现场观众组成，去机动性的调整段子。如果现场以讲英语的外国观众为主，他们就会使用脏一点、较为挑战尺度的语言，甚至融入一些调侃台湾的笑点。若台下多是讲台湾、亚洲面孔为主，他们则倾向走合家欢路线，也会预期若调侃台湾，可能会有观众觉得被冒犯。整体而言，在台湾演出时，更像是他们的段子作为商品进入自由市场，一切以市场价值、段子效果去考量，而不需要思考敏感红线因素。C 告诉 DW， 笑是冲破所有规范、既定价值的本能行为。脱口秀界不断的冒犯引出笑的喜剧，正是它与其他艺术、娱乐形式的不同之处。就像摇滚或朋克乐，它就是一个很叛逆的东西，你不可能去塑造一个在中共领导下的摇滚乐。谢谢收看华尔街6度节目。